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23日，咁啊講下中國同英國嘅經濟啦。2024年咧對英國嚟講係一個艱難嘅一年嚟嘅，因為英國咧經歷過脱歐公投啦，同埋長年嘅脱歐談判陷入咗膠着，加上咧 COVID-19 啦，咁啊英國嘅傷亡係非常之慘重啦。然後就係到俄烏戰爭，英國咧係 G7 裏邊咧經濟復甦最慢嘅一個國家，比起歐洲，譬如話法國、德國啦，係更疲弱。比起美國咧係望塵莫及啦，咁所以英國咧本身係艱難嘅，舊年咧仲陷入經濟衰退添。但係2024年咧，辛偉誠咧其實已經咧即係有一個好彩，就係扭轉咗呢個經濟衰退嘅局勢，陷入咗負增長一段時間。2024年咧係恢復正軌，有正增長。咁啊，加上有 Taylor Swift 嚟啦，而家喺倫敦啦、利物浦同埋喺愛丁堡先後有演唱會，咁啊演唱會去到8月份添，咁所以全歐洲嘅一啲人咧，除咗話去巴黎嘅奧運會啊，就係嚟英國去睇 Taylor Swift，咁啊好犀利啊個遊客，周圍都見到 Taylor Swift 嘅 poster 同埋佢哋嗰啲紀念品噶啦，咁啊2024年理論上經濟咧可以好轉嘅，咁但係咧因為咧過去嗰幾年啊保守黨執政咧4連敗3上喎。呢個好離譜啦！首先係 Boris Johnson， 然後咧就到卓維斯短暫上台咧，造成咗呢個金融匯率嘅危機。咁啊，辛偉誠上台，咁似乎都解決唔到英國嘅一啲嘅困局啊！咁啊，而舊年呢，就係因為咧知道今年係大選年啊嘛，工黨咧提出咗極具挑戰嘅一啲嘅政綱啊，而呢啲政綱都好受歡迎嘅，尤其是咧受基層歡迎。工黨係主打基層噶嘛，咁英國咧嗰個中產階級咧，因為呢幾年咧個經濟打擊啊，就本來嘅中產都變咗基層，咁所以咧工黨擴大咗好多嘅選票喎，而家咧執政在望啦，咁啊舊年咧工黨提出咗3個好重要嘅措施嘅政綱，咁啊第一個咧就係要廢除英國海外豁免嘅稅率，咁啊呢個係點解咧？因為咧英國咧只要你達到一定嘅要求，然後咧你海外嗰啲收入咧係可以豁免咧係交英國嘅稅嘅，唔會完全全球徵稅嘅，你就要達到一定嘅要求啦，譬如話你喺海外嘅收租、海外嘅股息、海外嘅公司經營所賺嘅一啲嘅錢，你就可以擺喺海外啦。你就只要俾一啲政府嘅行政費，然後就可以豁免佢咧喺海外咯。因為海外咧，新加坡香港同埋中東，好多都低稅率過英國好多喎。所以啲富人咧就將嗰啲公司就擺喺呢啲地方，或者擺喺歐洲荷蘭啦、愛沙尼亞啦或者瑞士，咁就用呢啲方法去避稅嘅。咁佢哋喺海外咧用嘅錢就用呢啲國家賺翻嚟嘅錢啦。譬如話買遊艇買私人飛機就用海外嘅錢喎。然後喺英國咧，你唔帶入嚟咧，佢哋就會喺英國繼續生活。佢哋喺英國咧個仔女會繼續讀書，甚至乎咧佢哋喺英國咧都會消費嘅，喺英國住豪宅嘅。以往咧英國吸引人咧就有呢一個避稅嘅方法，但係工黨提出咧要廢除啦呢個長達100幾年嘅一個制度。咁但係獲得好多選民嘅支持喎，對於選民嚟講覺得唔公平唔公道喎，我哋交稅交咁辛苦係咪啊？喺英國有錢少少嗰啲都要交45% 嘅稅，然後再要交呢個嘅國民保險咧，一半以上嘅收入咧係會俾咗呢個嘅政府噶。但係你哋喺海外譬如話新加坡個稅率10幾20% 嘅啫嘛，咁低過喺英國好多喎，咁所以好多英國嘅基層嘅人梗係覺得唔公平啊！呢個第一點。第二啦，保守黨咧其實上台之初咧，好多富人都預期保守黨應該要廢除遺產稅。廢除遺產稅咧係對保守黨嘅選民嚟講覺得好重要嘅。點解？你喺倫敦地區或者喺 Surrey 地區一層樓往往都可能超過100萬鎊啦。咁你就要跌入咗去遺產稅嗰個即係交稅嘅範圍裏邊嘅喎，咁所以對好多嘅中產階級咧覺得咁樣唔公平喎，要交咁多稅，咁不如賣咗佢啦，喺個生前賣咗佢，將啲錢咧帶去海外，然後咧移民啦，去澳洲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度住啦，翻歐洲住啦，咁英國好多嘅富人就會咁諗嘅，咁所以咧一直鼓勵保守黨咧要廢除遺產稅。咁但係今年大選年啊嘛，呢咁政治不正確嘅東西點能夠推出嚟啊？所以結果喺4月嘅財政預算咧冇宣布廢除遺產稅喎，呢個咧亦都令到英國嘅富人咧進一步咧有誘因要離開英國啦。咁第三咧就保守黨咧就係始料不及啦，因為咧工黨咧就係主張要徵收呢個嘅私校20% 嘅增值稅。咁好多富人咧就會覺得我喺英國度讀書，將啲細路。咁咧又要俾多咁多嘅稅，而自己又冇得避稅，咁佢哋不如去歐洲讀書咧，去瑞士讀書咧，
或者去美國、澳洲度讀書啦。咁所以咧，今年咧可以話英國嘅中產階級同埋富人逃亡大年啊，2024。咁呢個其實我幾個月前都預告過呢種情況啦。而家有實際數據去睇到。咁啊，最新嘅報告咧就係2024年亨利私人財富移民報告啊。呢個喂好權威嘅分析喎。英國咧係有9500名咧百萬富翁係會流失嘅。呢百萬富翁係講8萬美元嘅有現金流嘅富人係會流失。僅次於中國，中國係世界第一流失，第二咧就係英國啦。英國咧舊年就4200人，今年係會倍增啊！就係頭先我所講，因為呢啲稅率嘅政策咧，而導致會流失，而呢個流失咧係會以年計嘅，每一年咧都會繼續有富人咧流失。有啲人話100萬美元算咩富人啊？佢話唔係喎，其中有1600人咧係高增值嘅富人，呢啲可能係億萬富翁嚟嘅，就會流失啦。喂，咁呢啲億萬富翁同埋百萬嘅中產階級咧流失對英國有咩影響啊？影響顯而易見啦，係咪啊？因為咧，喂佢哋咧就係消費力嘅主要人士嚟噶嚇，佢哋流失咗，喂啲鋪頭咪少咗人買嘢咯，鋪頭少咗人買嘢，咁咪會導致到呢個嘅失業率提升咯嚇，失業率提升嘅話，咁呢個對英國人咧就會造成打擊咯。咁而且佢哋流失咗嘛。佢哋本身咧就係海外嗰啲錢唔交稅啊，佢哋英國嘅錢會交稅噶嘛，無論佢哋消費就會交呢個嘅增值稅啦，係咪啊？佢哋喺英國嘅居住，可能喺英國有收租，佢哋又會交英國嘅稅嘅。英國甚至乎佢哋都會有生意噶，佢哋都會創造英國嘅財富。當佢哋人離開咗英國嘅時候，佢哋喺英國嘅生意係咪都會縮細規模咧？喺英國嘅物業係咪都會賣咗佢啊？所以會對英國嘅樓價咧都會造成壓力。英國今年嘅樓價咧已經係復甦咗噶啦，本身舊年咧就係負增長嘅，今年應該係復甦。但係而家呢個稅務嘅改變咧，好明顯係會令到尤其是富人區，例如倫敦或者 Surrey 呢啲富人區嘅樓價係會構成壓力嘅，呢個必然係會如是。咁當然可能對啲平民區影響未必好大啦，但係咧呢個係第二、第三步嚟嘅啫。因為當富人離開咗啦，消費力疲弱，政府嘅稅收又減少，就必然咧係會導致到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流失咧係無可避免嘅。其實呢個咧就係100年前啦，海耶克咧所指出嘅。海耶克同埋海恩斯最大嘅分別係咩？海恩斯咧被譽為係未出櫃嘅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咧佢都係好左噶啦。咁喺海耶克嘅眼中佢都好左嘅，但係工黨咧係比海恩斯再左好多噶嘛。工黨咧根本上係馬克思主義嘅表親嚟噶嘛。咁喺工黨上台之後，其實嗰個思維喺過去嗰100年已經試過好幾次啦，係咪？佢哋嘅思維咧就係重視短期嘅，忽略長期。譬如話對私校家長徵收20%嘅增值稅，短期咪當然非常有好處咯。就係你徵收咗10幾億鎊翻嚟，你就可以請多幾千名教師同埋咧輔導員，即時改善咗公立學校嗰個情況喎，係咪？令到公立學校資源咁短缺嘅情況底下咧，係有救命嘅稻草啊！短期必然有效噶，但係長期咪導致到啦啲人咪選擇唔嚟英國留學咯，係咪？英國個成本不斷上升，咪可能考慮去美國啦，或者去歐洲啦，係咪去瑞士留學啦？呢個咪當英國嘅留學生減少，或者英國本地嘅家長亦都將佢嘅仔女去送去外國留學嘅時期，咪導致到嗰啲嘅經濟環境更加咪變惡劣咯。變惡劣嘅最終公校嗰班學生，因為佢哋嘅收益係嚟自第一私校嘅增值稅，第二就嚟自政府嘅稅收。當政府稅收減少啦，又會出現咗呢個嘅資源短缺嘅問題，而且更嚴重啊嘛。呢個就係海耶克所講咧，我哋考慮問題咧，點解要用自由主義、用低稅率放任嘅政策？就係因為要考慮長遠嘅。咁但係咧，工黨或者係海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呢啲相對有左傾嘅一個執政嘅思維咧，就係重視短期嘅。咁呢個短期咧，即係有一種坊間嘅講法就叫窮人思維啊嘛。譬如話窮人思維咧，你就俾嘢佢食嘅咁有錢人咧，佢係通常考慮嘅係健康嘅嘢食 organic 啦，佢哋有多啲選擇，係咪？要對身體健康啲。但係咧，你即係窮人，你同佢講要食 organic，第一就佢負擔唔起啦，第二咧就係佢梗係要高熱量先能夠滿足到佢哋嘅生活嘅勞動咯。咁所以佢哋梗係食好多 junk food 㗎，食 fish and chips fish finger 食好多炸嘅嘢炸雞塊、麥當勞嗰啲。咁你就係食大量嗰啲嘢咧，佢滿足熱量啊嘛。咁滿足熱量，佢哋就忽略咗長遠嘅健康。你同佢講長遠，佢話我今日都過唔到啦。你同我講明天會更好，呢個係兩難嚟嘅。100幾年前嘅爭論啦，海恩斯同海耶克已經係聚焦咗呢個問題。
咁到今天又係啦，工黨主張嘅就係要徵收稅，徵收你海外嘅稅，徵收你私校教育嘅稅，唔俾你廢除遺產稅，社會要更加公平。但係問題而家唔係100-200年前啊嘛，咁樣係唔會導致到社會更加公平噶嘛，因為啲人會走。100-200年前啲人可能咧好困難先會離開到呢個國家。當然佢哋會可能有啲人去美國啦，去開荒啦，有啲人去澳洲開荒。200年前嘅英國啲人都會嘅。咁但係今天呢啲人啊更容易咯，因為好多喺英國居住嘅富人，佢本身可能有個歐洲太太，有歐盟護照嘅，就可以即刻去到歐盟個國家生活啦。然後又可以去澳洲、去新西蘭、去新加坡。去啲英聯邦或者前英聯邦嘅國家，總有好多方法嘅富人，係咪啊？咁去呢個中東搞家族辦公室，亦都可以嘅。所以咧就會導致到大量嘅富人流失，而長遠嚟講，令到呢個國家嗰個前景咧係更加暗淡嘅。呢個就係窮人思維同埋富人思維咧所造成嘅分別啦。一個就係重視短期而忽略長遠。當然啦，富人思維都有問題嘅，佢就好重視長遠，短期見到啲人餓死嘅都路有凍死骨。佢都覺得呢個係自然定律嚟嘅，呢個係汰弱留強嚟嘅，各有自己嘅難處。但係英國咧而家就行上咗呢條路，喺呢個十字路口裏邊呢，7月嘅大選似乎就好明顯一面倒傾向工黨上台，而呢個就會導致有英國富人持續流失而不可逆轉嘅一個趨勢。今年呢係一個開端嚟嘅啫，成為第2位啦。咁之後咧就會越嚟越嚴重。咁中國咧係第1位，中國第1位當然因為中國人多啦，有啲人話中國人多先得個萬幾人，英國咧。英國喂咁少人啊，都有9000幾人啊，咁所以英國係贏過中國嘅。咁雖然話雖如此，如果計人均就係咁解。但係問題中國嘅富人嘅嗰個比例咧，佢當然係會大過呢個嘅英國啦。但係問題中國嘅富人係冇咁容易離開中國喎，係咪？英國嘅富人咧，你娶個歐洲嘅太太你就走到咯。中國嘅富人咧，你要申請出去離開國家咧係好困難啦，尤其是呢幾年咧嚴打資金外逃，人走到錢都未必走到啊，何況人走都更加困難啦。所以咧咁困難咧，中國都能夠成為世界第一，呢個係厲害啦，係咪啊？咁中國點解會成為世界第一啊？呢啲係眾所周知嘅原因啦。雖然咧你從呢個嘅經濟嘅數據去睇咧，哇 GDP 好亮麗，然後咧最近財政部又發表報告啊，話喂降級消費係子虛烏有嘅，我哋咧而家係升級消費啊，啲人咧消費力越嚟越奇特啊。咁但係唔係，你從好多嘅新聞報導，呢啲新聞報導唔係淨係外媒㗎，呢個香港01係親中㗎啦，佢都係引述內地嘅銀行啊，喂而家啲銀行職員咧月薪咧本來過萬啊變1000啊，好多呢啲人咧自己講嘅喎，大陸嘅內媒啊就不斷報導啊，內銀咧雪崩式咁減薪，點解內銀會雪崩式減薪啊？呢個係因為內房爆破咗嘛，內房爛尾處處。咁內房咧就問啲銀行借錢嘅，銀行借咗錢俾佢啦，咁而家啲內房還唔到錢俾銀行，佢哋咪雪崩式咁減薪咯。呢個全部都係政府自己講嘅，連新加坡聯合早報都報導話中國各地嘅銀行咧，以及咧各行各業啊，花式地過住緊日子喎。佢係引述埋中國地方官員咧實際嘅講法㗎，過緊日子啊，全部都過緊日子，係咪啊？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啲內房還唔到錢俾啲銀行，銀行又放唔到貸出去俾各行各業，所以全國咧都係降級消費過緊日子。政府咧亦都係因為咧大量嘅內債、大量嘅地方債冇辦法償還，所以佢只能夠第一就不斷發新債啦，但係發新債又未必好多人買啊，所以只能夠咧勒緊褲頭，令到全國咧都變成咗緊日子，多地編制、削減人員啦。精簡人手、精簡比例，所以導致到青年失業率再創新高咯。堅決杜絕用辦公室只為自己孩子打印喎。咁呢啲係咪真係說明到中國嗰個經濟其實好緊？喺咁緊嘅情況底下咧，咪出現咗啲富人要想辦法離開咯。佢覺得今日唔離開，聽日可能走唔到，今日走已經咁困難啦，所以想盡辦法都要離開。你見到馬雲同埋趙薇啊，要離開都好困難啦。范冰冰佢哋都係咪啊？過去嗰幾年，所以咧中國嘅富人咧成為世界第一走。咁啲人走去邊咧？根據呢個亨利嘅報告咧，啲人走咧好明顯啦。哇！最大贏家係邊個啊？最大贏家就係中東啦。最大贏家咧就係杜拜、阿聯酋呢兩個咧係成為咗咧淨收入咧淨富人流入咧係最犀利嘅。咁英國係最慘啊！英國嗰啲富人咧好多都留喺中東喎。第3位咧就係新加坡啦。新加坡咧
就即係走咗好多去新加坡喎。咁台灣都其實流失咗400個富人啊。咁可能係因為擔心嗰啲地緣政治啦，台灣嘅富人可能去咗新加坡啦，去咗其他地方啦，去咗美國係咪啊？所以咧，新加坡同埋杜拜、阿聯酋咧、沙特啊呢啲地方咧，成為咗最大贏家。咁咧，而事實上保守黨咧真係冇辦法嘅，佢保守黨佢做得食言啦，佢呢個好嚴重，因為脫歐嘅時候 ，Boris Johnson 當時仲係倫敦市市長，根據呢個劍橋大學呢個嘅法律學會嘅研究咧，就係當日咧。佢走數最大嘅問題係咩？當日脫歐派係話希望將英國打造成為新加坡啊，新加坡在泰晤士呢個就係佢哋當時嘅主張。新加坡在泰晤士其實咩意思啊？愛爾蘭咪做咗，愛爾蘭咪完全做咗，結果愛爾蘭而家啲人嘅人工係已經拋離咗英國噶啦你去睇下愛爾蘭，無論係最低工資還是係佢哋嘅平均收入，都係咧。高過英國本島好多啦！以前咧，英國一直係，尤其英格蘭地區一直係拋離愛爾蘭噶嘛。而家愛爾蘭就因為實行咗低稅率，成為咗避稅天堂。咁避稅天堂啦，啲人要避稅，你就要喺當地請翻啲會計師啊，請翻啲法律人員啊、文職人員，又帶動到當地嘅金融業、地方產業喎。咁所以新加坡就係用咗呢個道理啦，搞家族辦公室。啲富人咪去咗新加坡開戶口咯，你開戶口咪喺當地買翻層豪宅，然後喺當地又會消費，去新加坡嘅賭場係咪？去新加坡食下魚翅，去環球影城，去新加坡睇 Taylor Swift， 呢啲富人就會連帶有呢啲嘅消費噶嘛。然後咧，因為富人喺嗰度開戶口啦，喺嗰度管理啲錢，又會請好多專業嘅顧問、法律嘅人員、會計嘅人員係咪啊？IT 嘅人才又會帶動咗整個新加坡嘅發展嘛。所以杜拜佢哋咧就係同新加坡一樣，以及香港都希望分一杯羹。但係英國咧就偏偏以往過去嗰100幾200年就係歐洲咧財富管理中心嚟嘅，而家繼續堅持有遺產稅，繼續咧去徵收呢個嘅私校嘅增值稅，繼續咧係要打擊啲人海外嘅所謂嘅避稅方法喎。咁你咪殺雞取卵咯，其實係你將自己過去嘅優勢就殺雞取卵。過去有好多避稅嘅方法，而家逐步咧工黨咧都預言係會打擊嘅，因為私校最近咧有啲家長就話，不如我預支1年嘅學費啦，係咪啊？而家學校就以前係每季收噶嘛，而家不如學校一次過第一年收啦，1年收晒，收3年都得，有3個仔女，一次過交晒，咪可以慳翻20% 增值稅咯。但係工黨都揚言咧，將來係會追翻噶你而家可以交，但係將來我一定追翻你嘅。結果啲家長就話將來追，我咪同佢打官司咯。咁呢個就會造成咗內耗啦。咁所以工黨呢一套思維咧，就係重視短期嘅，要解決即時嘅效果。冇錯，公立學校係資源短缺，公立學校係唔夠教師，公立學校係有啲學校連紙張都唔夠，文具都唔夠，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咧，佢哋就決定咧要令到一啲嘅措施出嚟，令到英國嘅中產同埋富人係繼續流失，經濟嘅競爭力係繼續流失。咁最終咧又會造成咗呢個失業啦。政府財政嘅惡化啦，咁呢個一定係吃虧嘅。咁所以當日提出嘅新加坡化嘅英國，今日咧 Boris Johnson 咧已經落咗台啦，係咪啊？已經係冇人記得㗎啦，咁所以英國不但冇成為咗新加坡嘅低稅率嘅國家，反而係變成咗70年稅負最嚴重嘅。喺舊年稅負係最嚴重嘅，因為本身咧已經要交40至45%。即係中產同富人咧嘅呢個入息稅啦，仲要交12% 嘅國民保險，咁後來佢減到8% 嘅，咁但係都成50% 以上嘅，但係佢雖然係咁高稅，但係佢同歐洲唔同喎，歐洲人咧擁有好多福利喎，英國 NHS 或者私立所謂公立教育或者其他咧生仔幼兒嘅教育幼兒嘅託管都遠不如歐洲嘅。所以英國嘅中產同富人覺得，我既然交咁多稅，又冇相應嘅福利，佢哋不如離開啦，去呢個嘅杜拜啦，去個人唔需要真係去杜拜喎，佢個人可能一年裏邊有150日喺英國，有200幾日就喺其他國家，咁就可以避開咗個稅嘅方法，然後將間公司、將間家族辦公室就擺喺杜拜，擺喺新加坡就可以處理到佢繼續個仔女都可以喺英國讀書嘅，但係佢哋嘅消費咧，佢哋嗰個資產咧就會分佈去其他地方，呢個就只會進一步削弱咗英國嘅競爭力。中國亦都冇辦法㗎啦。中國咧嗰個無論點樣唱好啦，雖然個數據上好亮麗，實際上咧人民咧用咗雙腳去投票，
離開中國嘅富人咧，仲比離開俄羅斯嘅富人仲多。咁而且離開中國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富人，即係離開唔係去旅行啊，係要申請去其他國家。而家其他國家亦收緊對中國嘅移民、投資移民，譬如話愛爾蘭已經收緊咗投資移民啦，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係越嚟越困難嘅，但係都仍然有咁多人離開，可見嗰個環境咧，啲人係用實際嘅行動去投票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喜歡啦。雖然咧，我講呢番説話咧，我之前咧其實講過類似嘅。有網友咧就同我講話，我太離地啦，淨係諗住啲中產階級，冇諗過啲窮人。津校嘅教師英國好慘啊，流失率好高，因為人工太低啦，冇尊嚴。咁呢啲係事實嚟，但係問題我哋唔係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噶嘛。而徵收富人嘅稅咧，顯而易見就會帶嚟咧嚴重嘅惡果。我之前都有解釋過嘅，最好嘅方法就係喺公立學校裏邊咧都要創造收入噶嘛。譬如話而家公立學校書簿費係全免嘅。咁你只需要徵收翻每個學生幾十磅一季嘅書簿費，其實就馬上可以利用佢哋咧改善到老師嗰個待遇咯。幾十磅一季啫。咁窮人點算啊？窮人當然可以申請豁免啦。英國好多費用窮人都係申請豁免噶，係咪啊？咁但係開創性收入就可以咧短期可以解決到噶啦。而且仲可以用稅收啦，係咪啊？譬如話教師或者 NHS 嘅人員。警察就可以免收佢8% 嘅 National Insurance， 而加強咧呢啲職位嗰個吸引力，呢啲都係顯然易見可以即刻解決到噶嘛。但係英國政府就唔會咁做咯，因為佢哋要減少收入嘅同時咧，就一定要減少福利。但係問題減少福利就會得罪選民喎，得罪選民佢哋咪覺得自己選唔上咯。所以佢哋唔會願意咁做啊。而有好多嘅福利其實係重複噶嘛，有好多福利其實不必要噶嘛。咁但係佢哋就冇咁嘅勇氣去做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俾個 like、subscribe、share， 或者你哋有咩唔同嘅睇法咧，可以喺下邊留言話翻俾我知，講你哋版本嘅睇法，或者指正我嘅錯誤。多謝大家，拜拜。